致小刘妈妈背后内容团队的一封信，请尊重孩子，善待老人。你们好，作为长期关注小刘一家视频内容的普通粉丝，我今天鼓起勇气写下这封信，不是为了质疑、攻击，也不是为了制造舆论，而是出于一个老观众内心深处的失望、担忧和良心的不安。我知道你们是这系列视频背后的内容策划与运作团队，正是你们的剪辑、脚本和安排，让一位农村老人的日常与一个可爱小男孩的成长，变成了吸引100万点击的流量密码。但流量之下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记录生活，更是一种对情感的消费，对童真的压榨，对一个老人沉默汗水的剥削。所以，我必须要说，请你们收敛一点了。请不要再把凯凯当成素材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。凯凯是老五的儿子，是小刘的孩子，是一个才几岁大的男孩。可在你们镜头里，他越来越像一个营销工具。每一集视频里都能看到他哭泣、吃饭、打嗝、跌倒、走神、被责备，哪怕这些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但我们看到的是他情绪还未成熟、语言能力不强的年纪里，被迫在镜头前表现、配合、重复。而你们甚至会为了插播广告，故意安排他卖萌、讲童言童语、假装不懂，来创造所谓天然流量。你们可曾考虑过，一个还在学说话的孩子，一遍又一遍地面对镜头，会形成什么样的心理模式？他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边界感，你们却一直在拆除那道本该保护他的屏障。孩子不是商品，不是表演者，更不该是广告投放点位。请不要把老人的付出当成自然资源，任意消耗。小刘妈妈年纪已经大了，她不是职业主播，也不是演员，她是一个操持农活、照顾孙子、熬过许多苦日子的农村老太太。她可能不懂什么叫人设涨粉转化率，但她知道孙子在哭，她就得抱。饭要吃，菜要做，地要种，她必须每天重复劳作。可如今，在你们的镜头里，她的辛劳被无声的商业化、消费化。她给孙子穿衣，你们配上音乐；她带孙子赶集，你们插入广告；她出汗劳作，你们加上滤镜与解说，再配上某某品牌。你们可曾想过，他只是一个普通老人，可能不懂合约，不懂收益分配，甚至未必知道视频中广告收益的结构。而你们是否给予了他应有的报酬和尊重，还是只是把他视为免费的拍摄资源？3分钟内容10处广告，不是生活，是彻头彻尾的营销。我们不是反对你们在视频里插广告，内容创作者需要生存，商业变现本无可厚非。问题是，你们的度在哪里？越来越多的视频以真实生活为旗号，实则塞满了各类商品链接、软广剧本，有些甚至连凯凯哭泣的时候也能插入一个辅食品牌。奶奶在厨房忙碌的同时，弹幕区却跳出某某厨房电器的介绍。广告不该喧宾夺主，更不该侵犯孩子与老人的生活节奏。如果一条生活短片看起来像是3分钟的商品展示，那观众会逐渐失去信任，你们的品牌也终将消耗殆尽。我们呼吁回归内容初心，给予最基本的尊重与善意。你们手中握着镜头，有技术，有渠道，有平台影响力，你们本可以用镜头记录一个中外结合家庭的真实奋斗，一位农村老太太的心情与坚韧，一个异国婚姻所承载的文化冲突与温情。但如果你们只盯着流量，只惦记着转化率，那么你们拍的不再是生活，而是一出情感的剥削剧，是一场围绕老人和孩子展开的商业算计。请你们适度收手，做回有良知的内容团队，减少对凯凯情绪的操控与引导，不再刻意制造童趣冲突博眼球，保护小刘妈妈的私人时间，不再以任务式拍摄剥夺她本就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，将广告控制在合理范围，尊重观众基本的观看体验，公开透明地向当事人交代视频收益分配，保障他们的基本知情权与参与权。最后的一点希望，你们的镜头曾见证了一个中外家庭的团聚与分离，也见证了无数观众在屏幕前笑过、哭过、共情过。但请记住，观众的善良不是你们可以肆意利用的资源，孩子的可爱不是你们换取商业流量的筹码，老人的汗水不是你们理所应当的剧本素材。我们希望看到你们拍下真实的日常，而不是策划好的桥段。希望你们能带来温暖，而不是制造疲惫。如果你们愿意回归初心，我们仍会支持你们，点赞你们。但如果你们执意继续走这条消耗亲情换流量的路，那你们会失去的不只是口碑，
更是良心，愿你们三思。